这次的公共交通补助和大家熟悉的 CDC 购物券完全不一样，很多家庭能自动领到 CDC 补贴，但这次的交通补助并不是人人有份。不少人一看到补助券3个字就觉得自己能领，最后才发现根本不在申领范围里。本轮推出的是60新元公共交通补助券，总共覆盖约13000户家庭，主要面向 ComCare 帮扶对象以及其他生活困难的家庭。核心申领门槛是家庭人均月收入1800新元。说白了，这不是普惠福利，是针对性极强的精准帮扶政策。其实这笔补助的金额大小不是重点，最值得深究的是，为什么这次的申领门槛卡得这么严格？把它和 CDC 购物券放在一起对比就能看懂。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，新加坡并不是简单的全民普发补贴，缓解表面压力。这期我就拆解3个关键点，到底哪些人群更容易申领成功？为什么交通补助的发放范围比 CDC 购物券收得更窄？普通居民和新移民该怎么自查自己的申领资格？如果你在新加坡生活一段时间，会慢慢发现，这里的福利政策很少是一种方式打到底。面对生活成本上升，政府通常不是只发一笔钱，然后希望所有问题都一起解决。它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几种工具叠在一起，像 CDC 购物券偏向普惠，重点是帮家庭分担一部分日常消费，也顺带支持邻里商家。USave 回扣是分层，通常会按祖屋类型来区分，住得越普通，支持往往越明显。到了这次公共交通补助券，就更像定向工具，直接对准通勤成本压力比较重的家庭。这样设计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，不同家庭感受到的压力不会只来自同一项开销，有人是车资吃紧，有人是水电账单上涨更明显，也有人是买菜、孩子上学、日常杂费一起叠上来。所以新加坡比较少走全面补贴这条路，而是把普惠、分层、定向混合使用。你把这3种放在一起看，才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在应对通胀，有些补助发得广，有些补助却会卡资格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有一个直觉，既然都是帮居民减轻压力，为什么 CDC 可以发得比较广，交通补助却要设门槛？关键就在于这2种补助处理的其实不是同一个政策目标。CDC 购物券的作用比较宽，一方面它帮家庭分担一部分日常消费，另一方面它也会把消费带回邻里商圈、18X和小商家，所以它本来就适合做得更普遍，因为它服务的不只是单个家庭，也有社区层面的效果。公共交通补助券就不一样了，它不是为了让大家都感觉自己拿到一点，而是为了针对某一类固定支出做缓冲。交通费有个特点，它对多数人来说当然也是成本，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，它更接近一种不能省又会反复发生的压力。你要上班，要送孩子上学，要去医院复诊，要跑兼职，这些都离不开巴士和 MRT。 也就是说，同样是60新元，对不同家庭的意义完全不同。对收入稳定的人，这可能只是几次充值；对现金流已经很紧的人，这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通勤缓冲。所以，如果把交通补助做成像 CDC 那样大范围发放，财政支出会放大很多，但真正增加的帮助不一定成比例，因为不少资源会流向本来就有能力自行承担通勤成本的家庭。新加坡长期比较坚持的就是把补贴优先放到风险更高、替代空间更小的地方。听起来不一定热闹，但逻辑很清楚。福利不是为了做的平均，而是为了先堵住最容易掉队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 CDC 和交通补助虽然都叫补助券，分发方式却会差这么多。现在讲最实用的部分，很多人一看到人均月入1800新元，会马上拿自己的工资去对号入座。其实这样看很容易看错，关键不是你一个人赚多少，而是家庭人均。简单说，就是把家庭总收入算出来，再除以家庭成员人数，看整体承受能力，而不是只看某一张工资单。比如一对夫妻都有收入，表面看起来家庭总收入不低，但家里如果还有孩子或者有需要照顾的老人，平均分摊下来压力可能还是很大。反过来，如果是单身，收入稳定，
交通支出也在可控范围内。那即使你也觉得物价变贵了，也未必属于这类定向援助优先照顾的对象。所以这条线不是一句口号，它背后是在判断整个家庭的负担，而不是单纯比较谁的月薪高，谁的月薪低。对象方面，这一轮会覆盖约13000户家庭，重点包括 ComCare 受惠家庭，不是 ComCare 的家庭，如果属于其他有需要家庭，也可以按条件申请。补助用途也很明确，主要是用于购买公共交通月票或者为车子卡充值。你会发现，它不是泛泛的给一笔钱让你自己决定怎么花，而是直接对应通勤开销。申请方式方面，线上可以去 go.gov/SGPTV， 线下可以到民众俱乐部办理。这里有一个时间点一定要记住，截止日期是2026年10月31日。很多人不是不符合资格，而是根本没有认真查条件，或者以为政府会自动处理，结果就这样错过。尤其是新移民或者刚开始熟悉本地制度的人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新加坡不少福利计划，不是你觉得自己辛苦就会自动发到手上，而是你要先知道它属于什么类型，再主动确认资格，主动申请，主动留意截止时间。不少人会觉得60新元真的不多，这个感受很正常，但如果只停在这里，容易把政策看得太窄。更准确的看法是，这60新元通常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是放在一整套支持里面看。CDC 购物券处理的是比较广泛的日常消费压力， USave 回扣压的是水电账单， YS 照顾的是低薪工人的收入补充，重点是让工作的人在继续留在劳动市场时能得到现金和 CPF 层面的支持。到了公共交通补助券，它补的是高频、固定又很难回避的通勤成本。几项政策分开看都不算很夸张，但合起来你会看到一种很典型的新加坡做法，不承诺无限福利，也不靠一次性大额派钱来解决所有焦虑，而是用几种不同强度、不同方向的支持，把真正脆弱的家庭拖住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政府面对的不只是眼前这一轮物价压力，后面还有老龄化、医疗开支、基础设施投入，以及未来经济波动带来的新风险。如果每遇到成本上涨就全面撒钱，短期当然会比较有感，但长期财政空间会越来越紧。新加坡比较在意的是可持续，也就是今天能帮，几年后还帮得起。所以说，财政克制不等于没有温度，它更像是在有限资源下，尽量把帮助放到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你可以讨论门槛划得够不够好，也可以讨论夹心层为什么常常觉得自己承压却拿不到太多支持。但如果要读懂这类政策，不能只看金额，而要看它在整张安全网里扮演什么角色。所以这次公共交通补助券真正要看的不是它有没有像 CDC 那样发的广，而是你先要分清楚，它本来就是一项定向支持，它不是谁都能领，也不是谁觉得车资贵就一定符合条件。先看家庭人均收入，再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需要额外支持的家庭，这样判断才比较接近政策原意。如果你或家人可能符合条件，建议尽快去查。线上是 go.gov/SGPTV， 线下可以到民众俱乐部。截止日期是2026年10月31日，也可以把这条信息转给身边真正可能用得上的人，尤其是长辈、低收入家庭，或者平时不太会主动查政策的人。如果你希望我继续用这种方式，把新加坡最新补助、预算案和民生政策讲得更清楚，欢迎订阅频道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下一期你最想看哪一项政策。